这是荣耀刚刚发布的小折叠屏手机 Magic V Flip 2，手机质感相比过去确实提升了很多，而颜值这块呢是一个很主观的事情。我只是觉得荣耀这一次在外观走的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路线，而外屏呢是一块4英寸的屏幕，而且支持120赫兹刷新率和3840赫兹的高频 PWM 调光，在外屏呢加入了10多款的萌宠主题都是那种非常可爱的类型。每一次点到屏幕后呢，可以通过点触来变换每一次的动画。解锁后呢，外屏流畅性还不错，而解锁后的应用图标可以在设置里进行添加修改，也有对应的这个应用卡片。不过应用卡片和应用的区别在于呢，卡片支持了外屏全屏幕的这个显示，而应用呢为了适配只做了只有3/4的这个部分显示应用的内容，而这种4:3的比例呢，也算是一个权衡之计那基本上内屏所有的应用体验呢，外屏都可以使用。外屏也是支持了微信语音或者视频通话，但是通话时呢只能使用扬声器，所以私密性还是不如打开后接听。电话呢也支持了听筒接听，而且 Magic V Flip 2将听筒设计在这个顶部的边框位置，所以重要的电话建议展开后接听而外屏呢，只有在来电话的时候呢，支持了屏幕旋转，像微信语音、视频这样的场景呢，均不支持翻转使用。这就是让视频的时候呢，这个下巴会比较大这方面的体验呢，还是有一些升级改进的地方应用卡片呢，支持了像支付、打车、运动。荣耀小游戏等等，而且外屏可以直接呼出悠悠智能体也就是说呢，可以直接呢在外屏来使用 AI 的各种工具，甚至可以支持视觉的悠悠视频通话。后面呢我再来详细的讲解那么荣耀 Magic V Flip 2在外屏呢还支持了一只 AI 萌宠，除了可以通过触屏屏幕来让它变换动作，也支持了语音聊天的功能你今天开心吗？那目前呢有猫咪和云朵两种，算是一种非养成类的电子宠物。那手机展开后呢，你会发现手机的背面的上部分呢会比下部分呢高出一部分那这部分呢就是外屏的玻璃部分，而手机内屏呢是一块 UTG 玻璃重点来了。那最近呢大概弯折了上百次而内屏的中间部分呢折痕，无论是观感还是触感都做得非常不错。相比过去的小折叠屏你摸中间的位置没有那种一个坑的感觉，而观感这一次做的也很平。那大家呢可以去线下门店亲自摸一下，或者呢带着自己的小折叠屏手机对比一下。荣耀 Magic V Flip 2搭载了骁龙8/3处理器属于对于日常用起来呢，应付大小应用都是 OK 的，但是不建议大家用它作为重度游戏手机，因为小折叠屏要照顾大电池以及性能，就势必会舍弃一些东西，比如散热堆料肯定是不如直板机这个堆料堆得足那荣耀 Magic V Flip 2的机身背面有2颗镜头，一颗2亿像素的主摄，一颗5000万像素的广角镜头。主摄像素高，比如我们拍摄一张高像素的照片，那通过放大呢，可以采集更多的内容的细节。而我觉得买小折叠屏手机的朋友看中了小还有折叠这有点像说废话。首先就是这个小，就是因为它放在兜里面就比直板机要不占空间，而折叠的优势呢，你就可以折叠起来，用外屏加主摄来自拍，那这应该是它最大的优势了。所以用荣耀 Magic V Flip 2自拍的话呢，主摄自拍还是能拍到更多的细节。那同时呢，广角镜头其实作为多人合拍的话呢，其实呢会比自拍镜头除了更广之外呢，解析力也就是清晰度也会更好当然对于小折叠屏使用它作为自拍的这个设备，也会比直板机更方便而且被拍的时候呢，外屏也支持了拍照实时显示。反正这是女生们被拍时都需要的功能，你懂得。而拍照结束后的 Live Photo 也是支持了动图直接作为外屏的壁纸点一下就可以看到动画，这个挺有意思的。那系统搭载的是荣耀 Magic OS 9.0。那之前体验的时候呢，我经常会用到任意门可以把文件直接拖拽到需要的应用内。那 AI 方面呢，支持了语音直接用来搜索或者给出一个指令，帮我写一个明天我要去深圳1天游玩的一个攻略。深圳精华一日游，一日感受深圳都市魅力与世界景观，在短短1天内畅游深圳最具代表性的景点世界之窗，品味地道粤菜与潮汕风味，体验深圳这座现代化都市的活力与多元文化，是一次紧凑而精彩的一日之旅。
同时呢，悠悠智能体除了语音之外呢，也是支持了视觉悠悠的视频通话。比如啊，您可以问它今天的这个状态如何啊，或者问它啊今天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啊。你觉得我今天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出门？今天你穿的这件带笑脸图案的休闲 T 恤就很合适呀，既舒适又有活力，适合日常出行呢。反正啊，它能看到的都可以回答你。不过目前还是 beta 版本啊，也是支持对于图片的识别、翻译、提取、智能抠图等多场景的应用。那手机呢，内置了5500毫安时的电池，我也测试了它的5小时的续航测试啊。那荣耀 Magic V Flip 2支持了80瓦的有线充电以及50瓦的无线充电，同时呢也支持了 IP58、59的防尘防水啊，防水等级呢和 Magic V5一致啊。同时呢，像红外啊、NFC 啊都有，而且屏幕也是支持了绿洲护眼屏幕啊。那荣耀 Magic V Flip 2相比目前市面上的小折叠屏啊，优点也是比较多啊，比如说电池大啊，平准度也是最好，外观质感呢今年也都上来了。只不过我觉得啊，今年在内存组合上啊，只有高定版才有16G 的运行内存啊，多少有点等级森严，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出一个这个16+512G 的版本啊？那其他方面啊就看定价了，因为拍摄这条视频的时候啊，我确实还不知道定价啊。那以上呢就是关于荣耀 Magic V Flip 2的体验了，那希望对于关注这款产品的你有所帮助。我是大红，我们在下期视频再见。